科普醫美新知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？因為我們两個以前都比較圓，有沒有？圓圓，然後就會擋住後面的畫面。現在兩個變瘦了以後，突然間整個畫面變好大。OK， 我們今天給大家講新的技術啊，它可以處理什麼問題呢？就是這個問題，它不是處理嬰兒肥啊，它今天要處理的是皺眉紋。那大家覺得皺眉紋不就是打打肉毒而已嗎？不是很好處理嗎？這有什麼好的新技術？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啊！一般我們要處理皺眉紋，最常見的3個方法哈。第一個方法就是打肉毒，第二個方法呢就是打玻尿酸。但是我們今天的重點是這一個，就是用筋膜來處理你這個非常惱人，讓人看起來好像你一副憂心忡忡，或者是看起來很生氣的皺眉紋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皺眉紋到底怎麼形成呢？它最主要是因為2條肌肉哈，第一個就是皺眉肌所以叫皺眉紋嘛。對，就是这個哦。皺眉肌在哪裡？我們看這個圖哈，皺眉肌它其實是這樣子，一個像耶這樣的一個符號。對，所以它在收縮的時候就是這樣拉，把你兩邊的眉頭往中間集中。還有一條肌肉叫做降眉間肌，降眉間肌是哪一條？是中間這一條，它是把我們的眉頭往下面拉。所以一個是這樣子拉，一個是往下面拉，然後就是往中間集中。你每天這肌肉在那裡收縮，在那邊收縮呢，它就造成了這個皺眉紋的這個產生。所以我們處理皺眉紋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什麼？肉毒。為什麼？因為肉毒可以放鬆還是收緊肌肉？放鬆。對，肉毒是放鬆肌肉，不要忘。應該現在比較少有人誤會啊，因為早期很多人都以為肉毒是用來收緊的，不是。肉毒真正的作用是用來放鬆肌肉，因為它把肌肉放鬆了，所以你就不會去收縮。所以這個皺眉的紋路就會變淺。簡單講，第一個方法肉毒是用來放鬆肌肉。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當然事情到後面的，對，因為事情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。為什麼呢？我們接着看。這個是一個組織圖，很多的人他一直皺眉，他沒有及時的打肉毒，所以我說肉毒呢，它是一個美容的手段，它也是一個預防醫學的手段。什麼意思？因為我們讓它在沒那麼嚴重以前，讓它肌肉沒有繼續收縮，那你就沒事了。可是有些人，當他發現的時候，他已經演變成他即使沒有任何表情，他都有那個皺眉紋。為什麼會這樣子？我們看這個圖，最上面是我們的皮膚，下面這是我們的肌肉。當你肌肉收縮的時候，這個皮它會稍微陷下去一點。可是肌肉放鬆的時候，這個皮膚應該要彈回去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呢，你沒有及時的用肉毒去放鬆這個肌肉的話，這個皮每天一直折到你這個皮膚的纖維已經受損了。我可以看到，就像這個，如果你一直折這個皮膚呢，它變薄了，局部有些組織流失了，這個時候它就形成了一個凹溝，這樣的一個凹溝就很像什麼？就很像刀疤。你的肌肉每天去擠壓它，就好像一把無形的刀在你臉上刻出了皺紋啊。好，那問題來了，所以這種紋路是你今天發現它的時候，你發現就算你沒有任何的表情，它都還有固定的這個紋路。不像一開始比較輕微的人，他可能只有皺眉用力的時候才有紋路，放鬆的時候他的額頭印堂是平的，在沒有任何表情也有這種皺眉紋。這一種皺眉紋它是一種靜態的紋路，聽起來好像比較輕微，沒有靜態的紋路就代表你沒有表情，它也產生了這個凹溝，代表它已經比較嚴重了。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？我們來看一下，剛開始它可能有一些凹溝有些人呢他就幫他打玻尿酸。很常見的方法，把它整個打起來，我讓它比較飽滿、比較亮，對不對？我們看這另外一個案例，它有一些凹陷的狀況，就給它打玻尿酸，打起來就飽滿了，哇，這個紋就平了，皆大歡喜呀，就解決了。今天就講到這裡，拜拜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這麼簡單，為什麼？接下來講的是比較嚴肅，可能也是很多診所不會去提的事情。你知道我們錄這個節目其實都很有壓力，因為就有診所打來跟我們講，叫我們不要講了這麼多知識，會讓他們很難去說服病人消費。
我們真的有壓力，因為真的收過這個電話，挺尷尬的哦。然后我覺得有些訊息還是想要分享給大家知道哈，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重點就是這張圖。這是我們臉部的血管圖。我們注意到一件事哈，剛剛我們講的這個皺眉紋啊，它的紋路是不是在這兒？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這裡也有血管呢。這個血管叫做上滑車動脈。上滑車動脈。為什麼它叫滑車動脈呢？為什麼？不知道。他高興，這真的很奇怪。一開始命名的時候，他就取了一個奇怪的名字，因為取這個名字一般民眾會很難記，這樣感覺我們醫生比較有學問。好，反正它就是翻譯過來的一個詞。我要講的重點來了，接下來就很嚴肅，不能開玩笑了。因為上滑車動脈它其實相當危險，因為這個動脈它跟我們的眼動脈是有可能相通的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這個地方我想說，我有這個靜態的皺眉紋，我用這個玻尿酸來做一個填充，馬上就有一個凹溝嘛，我用玻尿酸就打進去嘛，打完不就把它抹平了嗎？大家的想象中就很像牆壁有一條裂紋，我用水泥給它刮一刮，那個裂紋就不見了，聽起來很簡單，對吧？但是呢，我們的臉不是像你在修牆或者補馬路一樣，臉下面是很多神經血管的，而這條血管它可能跟我們的眼動脈相通，所以如果你用玻尿酸打這個地方，其實是有危險的，是有可能打到血管裡面，造成局部壞死，甚至眼睛失明。所以我要講，如果今天我們選擇用玻尿酸打靜態紋，其實坦白說，我個人是非常不喜歡用這個方式打，因為其實是有風險的。我們希望效果好，但是我們希望安全第一。所以我接下來要講，第三個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技術。像我們有很多人呢，他一開始出現的靜態紋都是細細的、小小的，我們處理完以後，我馬上可以把它抹平。慢慢的有一些人他還是不管它，你會發現小溪慢慢匯聚成什麼？一條河流。這個時候就頭大了。為什麼頭大呢？這個地方打玻尿酸除了有風險之外，還有一個問題啊。因為我剛剛說這個地方肌肉它會收縮，所以有的時候你打玻尿酸肌肉，有時候肌肉一收縮，就有人把玻尿酸擠到旁邊去。本來這裡是一個頜骨，你把它填的東西把它填起來，結果肌肉收縮，把你填在這裡的東西往兩邊一擠，結果頜骨還是凹的，旁邊凸起來，哇，更糟糕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技術就是筋膜填充。這筋膜填充是什麼？我們首先要知道什麼叫筋膜哈。我們臉分3個層次嘛，第一層是皮膚跟皮下脂肪，中間那一層就叫筋膜。筋膜啊，它是一個有韌性的組織。從整片臉一直到脖子，一直到我們後腦勺這裡都有筋膜。這筋膜它有很多運用的地方。剛剛說了，我們這個地方皮膚啊，它為什麼會產生靜態紋？就是因為你每天收縮，就像這個紙一樣，每天折出了一個折痕來。因為你這個皮膚本身的纖維已經受損了，所以它就成為一個靜態的紋路。這個時候，我們用自己臉上原本就有的組織、原本就有的筋膜，拿來填在凹陷的這個紋路上。那有什麼好處？原本你臉上的組織用來填補你臉上受傷的部位，它可以完全100%融合，它可以貼合的最好，所以它會很自然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。但是這問題就是在於說，那這麼細的一個紋路，我要怎麼樣把它填進去呢？這個時候就需要靠到一些特別的技術了哈。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有申請專利的一個器械盒了哈。那這個盒子哈裡面的工具可以讓我們用來拉線，然後那也可以用來做這個筋膜的填充。我們可以把這個筋膜哈，把它像一條小蟲一樣，我們把它放到這個紋路裡面，放得剛剛好去 match 它，就可以用來修補淡化這個痕跡。不是只有這個樣子而已哦。你看哈，你看像有些人，這條。一條細細的，這個在面相學叫懸中紋，很詩情畫意的名字，但是長在你的臉上就是覺得不太舒服，不太詩情畫意。我們可以借由這個筋膜一看，好像抹平一樣，好像抹平一樣。但是你看有些更厲害的這樣子的一個紋路，我們可以用這個筋膜沿着這個紋路去把它填補起來。甚至你看這個，哇，這個超級嚴重。這個在以前是幾乎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，因為這個太深了。因為遇到這種狀況，只能跟他說，這個是歲月留給你智慧的痕跡。但是我常常說，我們只要留下智慧，不要留下痕跡。所以
這個我們要怎麼把它抹掉呢？把它淡化呢？我們就用筋膜技術。我們用筋膜把它，這樣一條細細的紋路，我們把它修補在它受損的皮膚下面，就可以讓你這個紋路淡化很多，而且它是自然的。重點是它不影響你的表情，因為筋膜本來就是我們臉上協助我們表情運動的一個組織，所以填在這種原本動作大的地方，它完全不會影響。像有些人為什麼不喜歡填玻尿酸？但是填完填充以後，他就會覺得僵硬，他會覺得阻礙你在運動。但是這樣一個筋膜組織，它本來就是臉上一部分，所以它可以跟着你這邊滑動，它就很自然。那很多人就問說，那這個筋膜哪裡來的？這筋膜該不會是從別人身上拿下來，或者是從一些人捐贈的嘛？有些人會害怕，不，這個筋膜我們是從你身上拿出來的，嚇一跳啊！那我是不是要開很大的刀？不用擔心，我剛剛說過，我們整個臉上都有筋膜，所以呢，最常用的地方大概就是從耳朵後面這個地方，用一個大概0.5公分的小傷口。完全不影響你的作息，甚至也不影響你戴口罩。或者是有些人說，那我用在頭皮裡面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那我們從這個小小0.5公分的這個傷口取出來這樣一片筋膜，哇，我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紋路做一個非常明顯的改善。這一定是你之前呢，如果沒有接觸過，你不知道有的訊息，或者有很多人他很困擾，哇，我這樣子的一個紋路。打玻尿酸呢，有時候怎麼填也填不太起來，有時候一填了，剛開始可以，後來擠到兩邊去，看起來更嚴重，或者是聽說有人填一填這個眼睛失明了，覺得好恐怖。但是現在有這種筋膜用來填皺眉紋，這種靜態紋它有救了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醫美新知：筋膜回填我們的皺眉紋，筋膜淡橫術。那我們今天到這邊。那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節目對你很有幫助，那也希望你把我們的節目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。我們節目的宗旨就是沒效才是最對，想做要找專業。那如果大家幫我們分享出去，我會送給大家我這本書的電子檔，那裡面有很多關於醫美的一些嘗試。那這本書當然它主要不是講的手術啦，大家如果要看手術的話，就多看我們的視頻。那如果是微整有關的，這本書裡面幾乎都有，非常好用。這本書在馬來西亞跟在大陸地區很多醫師也都會拿來看，他們覺得對他們專業是很有幫助的，它對各位一定會有幫助，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幫你的朋友把這個很有用的視頻傳給你朋友哦。然後你傳完之後，你再跟我們的小編講，他會把這本書的電子檔寄給你。如果你有你個人問題，也歡迎你加入我們的 LINE 或者是微信，把你問題跟我們講，我們會給你很好的解答哦。OK， 謝謝張醫師。好，今天到這裡，拜拜。拜。
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